一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沧桑。關於收回台灣祖國統一問題，國師金燦榮洩露了天機他和邱振海先生的一次直播中他暴露了这个武統的時間表，結果呢，全網這個視頻被刪除了，但是有心的網友已經截屏下來了。我親愛的朋友們，邱振海對話人大教授金燦榮在談到台灣問題的窗口時認為，川普如果在924元首峰會上做出不會軍事介入台海的承諾，他呢懷疑川普的承諾是否有用，而且他認識的企業家呢更關心戰爭風險。金燦榮表示呢，起碼川普在2029年1月20日之前的任期內有效，而且呢，對大陸來說，時間已經足夠了，甚至還會提前。邱振海把這個時間算了一下，也就是2027到2028年的窗口期，過了這個村兒就沒這個店了。說川普要放棄台灣，這個川普是個商人，我親愛的朋友們這個如果想讓川普放棄台灣的話，你得給川普的個人家族足夠的好處，因為川普他就曾經數次對美國的媒體表示，他不希望在他的任上，他的好朋友習近平收回台灣。這樣的話，川普就會在美國的史書上留下了一個丟掉台灣的這麼一筆記載。所以中國如果承諾給川普足夠多的好處，甚至是庇護他卸任之後的家族，這個事兒他才能幹。這是我對中國政府的一個提醒這個金燦榮先生呢認為說只要是川普做出了承諾，就在他下台之前趕快就把這個事兒辦了，就在2027、2028這2年了，趕快辦了。那具體的關於這個中美關係、世界局勢，這兩位是怎麼談的呢？他們說了非常精闢的3句話，我們來聽聽。希望從美國那兒得到什麼？然後特朗普，美國，我們一會兒再講特朗普政府內部的分歧，包括他的跟他的戰略界的分歧。就特朗普本人而言，他又希望跟中國做哪些交易？因為我們一直說他這個交易型總統。中國方面呢，首先就是希望中美關係穩定嘛，不要干擾中國的發展嘛。所以5月13到15，特朗普不是到北京來了嘛，待了43個小時，對吧？我個人注意到，其實特朗普來以前，我們內部是有分歧的。有人說應該讓他來穩定中美關係，其實當時也有人反對的。這個就跟那個伊朗戰爭有關，因為他不是2月28炸了那個伊朗南部那個小學校嘛，是吧？死了168個7歲到10歲的小寶寶。伊朗方面是考慮要把他告到國際刑事法庭的。那麼國際刑事法庭當然現在是癱瘓了，是吧？因為那個首席法官說是什麼性騷擾給罷免了。但是他這個機構只要還存在，那麼他就有可能接受，也可能做出對特朗普不利的裁決。如果最後裁決他是戰犯呢，是不是？所以實際上這個政治上就會比較被動對吧？就當時其實這個中方其實有少數人不是全部他是有這個意見的，不一定覺得不合適但最終呢，中央還是決定請他來，而且應該講高規格接待，是吧？就是親自那個陪他去看那個天壇嘛，祈年殿嘛，然後應該講中方也給了很大一個大禮包吧，是吧？大家都知道那個有200架那個什麼波音，是不是？對，200架。然後承諾連續3年採購它的農產品嘛，是吧？至少170億這2個加起來，波音是250，
再加这個510啊，760，然後還承諾要買一點油氣，那麼就1000億嘛，是不是？所以應該講中方對這個5月份的特朗普來華呢，這個經過就綜合考慮吧，這個還是做了很大的努力啊。然後呢，應該講效果還是好的。我個人認為主要是兩個，有幾個成果，一個就是建立一些對話機制吧，雙方要就貿易、投資還有人工智能是吧，進行工作對話。這種對話機制就是可以算是成果啊。還有就是定位嘛，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對不對？那個，而且我看來後來美方也接受這個定義了，對吧？然後對我個人來講，可能最重要的是台灣問題吧。那個特朗普在北京沒表態，但是他回去接受那個 Fox News 福克斯新聞的採訪，是不是講兩個觀點？一個說台灣有一幫壞人。他明確用的是壞人，說以為拿到了美國的空白支票是吧？在那肆無忌憚的搞台獨，台獨會引發戰爭，對此他是反對的啊。另外呢，更重要是下面的那句話，他說大陸離台灣59英里，離美國9500英里，神經病才派人去呢，對不對？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中國大陸要的吧，是吧？那麼我覺得。其實中國大陸924吧，就是要這個再重複一下，就是我們整個定位是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個非常重要。為什麼呢？因為中美實際上是兩超了，這個世界格局啊，大家知道，冷戰的時候是兩極格局，冷戰後是不是要一超多強啊，是吧？那麼美國希望永保一超多強，中國大陸希望多極化，對不對？但是世界的格局實際上是走向了两超多強，這個就是現在美國喜歡講的 G2， 特別是特朗普很喜歡講 G2， 對不對？那個，那麼這個兩超它的關係，某種意義上講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關係。那麼中國就希望這個關係別走向兵戎相見。我覺得建設性戰略這個穩定關係什麼意思呢？我們可以吵架，但是別動手，知道吧？打人別打臉，因為現在大家網民都在講嘛，我覺得中國網民啊挺聰明的，他概括挺好，說中國希望美國跟全世界打，美國希望中國跟全世界打，全世界希望中美打，然後就是雙方就定一下，說我們倆可以吵，但是別動手，對吧？讓人家看笑話賺便宜。那麼這個定位呢是中國提的，美國接受了，中國希望把這個定位敲定下來。對吧？另外就是台灣問題，那個台灣問題，那對我們民主復興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嘛。那麼美國又是台灣問題最大的外部變量嘛，對吧？那麼可能希望特朗普把他那個承諾給他確定下來。我覺得中國就希望達到這個就可以了 ，OK 了，對吧？所以說老特呢，當然希望中國在經濟上啊幫他一下。首先就是趕緊把那個1000億大單落實嘛，這樣幫他中期選舉嘛。是吧？另外就是有沒有可能在那個，比如說再工業化方面，中國幫他一下，那個搞點投資啊、技術轉讓啊，等等等等啊，那個他會要點實惠啊。另外呢，可能是不是會要求中國幫他解決一點困境？比如說伊朗，伊朗實際上是個錯誤，他不應該打的。你注意到沒有？就伊朗跟美國關係不好是79年了，到現在47年了吧？那麼自79年到現在，其實美國經歷了8任總統啊，老特是第8任吶，是不是？第一個是卡特嘛，然後是里根，然後是老布什，完了是克林頓，然後是小布什，這是5個了吧？然後是誰？奧巴馬，然後是拜登，對不對？老特是第8個啊，前面7個從來不打伊朗的呀，知道吧？他知道伊朗很難打，是個伊朗是打不了，对，他非常难打的。老特是糊塗了，被內塔尼亞胡給忽悠進去了，知道吧？那個，然後現在搞得騎虎難下，對不對？我覺得他不出動陸軍，他不可能推翻伊朗政權吶，對吧？伊朗內部實際上是3派，對不對？革命衛隊強硬派，那個佩泽西强這個總統啊，那個阿拉格齊外長啊，他們是溫和派吧？那麼現在那個莫杰塔巴是第3派嘛？這個他們現在實際上是我傾向於認為是那個強硬派占上風，這個
那麼如果強硬派占上風，亲西方派上不来，他就会打下去。而伊朗是被攻击的这一方，是吧？是美国、以色列挑起的战争。那麼攻擊方他不贏他就輸，而伊朗不輸就是贏。這跟那個基辛格講那個越南是一樣的，知道吧？後來基辛格不是讓美國75年從越南跑了嘛？他跟美國人講究這個，說這個鬼地方啊，我不贏就是輸，越南不輸就是贏，而我耗不起，他耗得起。那麼伊朗一樣的一個情況啊，伊朗呢，他現在真是錯了，知道吧？他現在其實想跑，那麼中國他大概率希望中國幫他一下，對吧？還有俄烏啊，幫他一下。那麼我覺得他會有一系列的經濟啊、地缘政治啊，一些要求。但中國的要求我覺得是比較戰略性的，是吧？一個中美別真動手，一個台灣問題，這是我這個民族復興的關鍵啊，你最好讓步，對吧？否則的話，台灣那幫有一幫神經病搞台獨啊，然後你又有了幫台獨，最後我們會兵戎相見的，对不对？然後在這個地方你要打，你肯定是輸的。從常規角度來講，你肯定輸。你注意到沒有？最近國防部那個3把手科爾比老想到北京來吧？對。然後他比較搞笑，他先發這個威脅說以後美國跟中俄作戰，他考慮動用戰術核武器，對不對？他在講這個話，美國心已經虛了。他邏輯前提就是老子常規武器打不贏了嘛，然後考慮就像那個普京面對北約，他是沒把握，就是普京經常說老子要扔原子彈，是一個道理嘛。他常規武器碾壓，他怎麼會考慮動用這個東西呢？知道嗎？而且我的直覺啊，科比啊非常想來以前說一點狠話啊，那他可能也是來做交易的。全世界都在盼着中国和美國打一仗，而美國呢是最怕跟中國打一仗，所以现在的这種情況下，就像國師說的，對吧？趕快吧，別耽誤了，不然的話，川普下台，菜都涼了。川普他是個商人，可以交易，但是再上來一個就不見得能交易得了了。所以說，一個美國總統為了他在歷史上的這種名聲，他也不可能坐看台灣被收回，對吧？只有川普拿到足夠的好處，才能有這個窗口。中國政府，你們明白嗎？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